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冷蔷薇，一个喜欢 TCG 的牌佬。说正事之前呢，先给大家看点东西哈。看完前面的展示，应该就能猜到，今天呢是一期特别栏目。最近 TCG 圈的最大新闻之一，应该就是《影之师进化对决》的简体中文版就要正式发售了。之后呢，我就简称 SVE 了。首先 SVE 应该算是从线上版的影之师经过了一定的实体化的规则修改，投射到了线下的。所以如果你玩过影之师的线上版本的话， TCG 版本对你来说应该也是手到擒来。简中定于6月28日，应该就会正式发售了。作为一个全能型的牌手啊，我到时候应该也会去加入，毕竟主场作为后台应该还是硬的。况且影之师本身的玩法和卡图质量也是十分在线的。今天呢，我就用我学习 SVE 规则时的一些理解和感悟，给大家带来一期特殊的规则讲解。我可能会引用很多其他 TCG 中类似的元素进行讲解。如果各位玩过这些 TCG 的话，能更方便的帮助大家加深理解。如果没玩过也不用担心，按照官方说明理解就好，也都不复杂。那么各位点赞、投币、加关注，听资深牌佬带你学习 SVE。首先说下玩 SVE 需要准备的一些额外小道具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茫茫多的骰子。这些骰子是干嘛用的呢？玩过炉石或者线上影之师的朋友应该知道，随从都有初始生命值，每次受到伤害会减少生命值，只要生命值没有到0，他们就会一直留在场上。SVE 也继承了这套系统，所以这些骰子呢，就是帮助你记录伤害的。如果是玩过 PTCG 的玩家，你就可以理解为是宝可梦身上的伤害指示物，只不过这些一般也就个位数而已。关于这个骰子呢，官方在发售时也专门准备了各类周边，有卡套、卡垫、骰子。先说下，这里确实不是广子啊，不过有一说一，我真觉得还挺不赖的，毕竟美工一直是影之师系列出彩的部分。回头发售了呢，我会好好看看质感，不错的话应该会入一套，然后给大家做做测评。第二个呢，就是 SVE 的专用 APP 界面呢，大概长这个样子。这主要就是帮助大家记录血量的。当然每个人都是20滴血嘛，你用20面骰子应该也是差不多的。目前这个 APP 呢只有日版的，苹果的话用日版账号，安卓的话谷歌3件套翻墙就行了。不过正经来说，网易会做自己的，应该也就是这个月就上线了，回头用咱们自己的就行了。然后这个 APP 的主要作用呢，其实是为了配合你的高喊头啊，就是这个游戏的主战者。主战者你可以理解为 OPCG 里的领袖，炉石传说的英雄。主战者决定了你能使用什么职业的牌，除此之外呢，其实就没有别的用处了，因为也没有技能嘛。所以其实这个主战者这张卡是可有可无的，你跟你的对手说好了你玩的是什么卡组应该也行。所以我想应该是为了避免这种现象，实体卡在设计的时候把高喊的主战者中植入了 NFC 芯片，然后你用手机配合 APP 去扫这个主战者，在决斗过程中就会有专属的语音配合了，相当于是 OP 的那个有声卡砖啊，这个设计真是牛了大逼了，我真是相当的中意啊。所以回头等简中发布了自己的 APP， 大家记得去下载啊。第三个呢，就是一些特殊骰子，比如这种+1减1骰，特殊卡组可能会用到。我是因为之前 OP 玩赤犬，还有后面也会出加费的牌，就提前准备了，正好保不齐也能用得上。这个就大家回头根据自己的卡组看看需不需要了，不强求。第四个呢，就是准备至少2种颜色的卡套。SVE 这个游戏的卡组呢，会分为2个部分，卡组和进化卡组。玩过游戏王的小伙伴应该很好理解了哈，进化卡组可以理解为是额外卡组，因为 SVE 里面有个很重要的机制叫做进化，就是把卡组中的卡通过进化变成进化卡组中的卡。使卡的表现形式呢，就是把进化卡组里的卡放在之前的卡上，代表进化。如果你的进化卡组中没有放入能进化的随从的进化卡，它是不能进化的，所以要单独准备这么一个卡组。能进化的卡会在卡的效果区域里面写进化，没写的就是不能进化。然后因为 SVE 的卡除了主战者，其他卡的背面图案都是一样的，每打完一局为了方便区分归类，最好套卡套的时候用不同颜色的卡套，会更方便区分。我为什么说是至少2种颜色呢？因为 SVE 这个游戏里面还会有大量能召唤衍生物的卡，衍生物也是独立于卡组之外的，虽然应该没有明确规定衍生物不能和进化卡组用一样的卡套，但是也为了方便区分，我的建议是用颜色不一样的。当然啊，还有3个进化点，这个也是有条件的话也准备出来。还有一个主战者，就是 OP 说的头或者 VG 的先导者，也要单独套一个。SVE 应该是我见过需要最多种类卡套的 TCG 了。不过其实除了主战卡组，剩下都用一样的应该也不打紧。大体之前的准备工作呢是有这么些，可能有点繁琐，但是我提前跟大家说了，你做好了准备就不会到时候抓瞎了，对不？然后正式是规则讲解。先说胜利条件，2种胜利条件，第一种比较常规的，每人2滴血，把血都打没了，自己血都掉光了就输了。技术方式区别于万代系和 WS 的安防，不用牌来记血量，跟炉石万智是一样的，拿骰子记或者用之前说的 APP 都可以。第
第二个就是卡组没卡抽了，马上输，没有炉石疲劳的概念，不过这个应该比较少见。再说一下卡组构成，一个主战者，主卡组是40到50张卡，进化卡组是0到10张卡，很好区分。进化卡组的卡上面会有一小块写着进化，主卡组的卡则是没有写的。特别说一下衍生物，下面也是会写这个是衍生物，不过这个就没有数量限制了，并且是独立于卡组和进化卡组之外的。主卡组里的卡主要有3种：随从、法术和护符。随从呢就是怪 ，OPCG 里的角色 ，PTCG 里的宝可梦，游戏王里的怪兽卡都是这个，应该很好理解，就是使用过后会留在战场上的生物。随从的左下角代表攻击力，右下角代表生命值，就跟炉石传说一样。法术也差不多 ，OPCG 里的事件 ，PTCG 里的训练家卡，游戏王里的魔法卡这类的概念。使用过后呢，就会进入棋牌区的卡。护符的话，有点类似于 OPCG 里的舞台 ，PTCG 游戏王里的场地或者永续魔法，万智牌的结界。使用以后呢，会留在场上，依然有效果。主卡组里的每张卡左上角都会有一个数字，代表使用这张卡需要的费用。费用的概念呢，跟炉石的法力水晶、万智牌的地、OP 的东差不多。具体的讲对战规则时再说。将这3种卡进行配比，组出一套大于40、小于50的卡组，再根据卡组配置下10张的进化卡组，做好了就可以准备开始游戏了。具体的卡组之后等正式发售了，我应该也会出卡组推荐，希望大家能保持关注。卡组构成讲完了，咱们再结合这个对战场地讲下打法规则。首先是各个位置放对应的东西，主战者放1，主卡组放2，进化卡组放3。之后游戏过程中使用过的法术和死亡的随从去4，也就是墓地。战场你看着地方挺大的，其实只有5个格子，也就是说你最多场上只能有5个随从或护符，会被卡格子，完了就不能上怪了。额外区跟战场一样，上限是5，一般是被随从或者法术的效果里提到，在额外区干嘛干嘛的，比如说在额外区放个1的妖精这种的，知道是这里就行，通常叫后场。切记额外区的卡想要登录到战场也需要支付费用，把它当做第2份手牌就行。7这个消失区一般用处不大，跟游戏王的除外类似，不过消失的卡一般可能放在主战者的下面。着重说下8、9能量点最大值和剩余能量点，因为影之师从线上转到了线下，为了还原线上的能量模式，所以整了这么一套，看起来复杂，其实就还是标准的费用体系，可能也为了逼着你用他们的 APP 吧，因为 APP 里有这个能量条，这样能方便一些。吐槽完毕，说正事儿，能量点其实还是 TCG 中比较传统的费用体系。能量点最大值从0开始，然后每回合增长1点，最大到10。剩余能量点则是每张卡的左上角会写一个数值，代表的就是这张卡需要支付多少能量点的费用。每当使用这张卡牌时，根据左上角的数字，在剩余能量点中减去对应的数字就可以了。比如你现在的剩余能量点是5，你要使用一张费用为4的卡，就需要减剩余能量点，剩余能量点就到1了。如果费用大于剩余能量点，则不能使用。比如剩余能量点是1，想用费用2的卡就不能用了。每个回合开始先增长能量点最大值，然后将剩余能量点变成和能量点最大值一样，还是炉石法力水晶的那一套，只不过 SBE 给画复杂了。知道图上这些区域都是什么意思了，也就该开始打牌了。正式开始前先决定先后手，决定完之后给后手玩家补偿3个进化点，进化点你当做是炉石传说的硬币就行了，只不过没有那么万能，只能代替1个进化费用，并且每回合只能使用1个进化点。起手抓4张牌，并决定是否调度手牌，如果调度，将手牌放到卡组底，然后再抓4张。说实话，我觉得这个调度机制还可以，高风险高收益，然后就可以正式开始游戏了。回合开始先抓1张牌，先手第1个回合不抓，然后根据你的剩余能量点决定你要做的事情。在你的回合内，你可以任意次的使用卡牌发动各种效果，或者随从进行攻击。如果要进化随从的话，每回合只能进化1次随从。特别说一下随从攻击，刚登场的随从第1个回合不可以进行攻击，然后如果随从要进行攻击，横置随从是被攻击宣言，就是说要打哪儿了。这个基本 TCG 通用。可以攻击的目标包括对方的主战者或者横置状态的随从。攻击主战者，随从不会受到伤害，但是如果随从攻击随从，两个随从都会对互相造成伤害，就是生命值减攻击力。随从受到伤害就拿骰子在随从身上放对应的数字就可以了。PTCG 的伤害指示物，如果伤害指示物放够了，生命值归0了，随从就会死亡去墓地了。特别说下进化随从的规则，如果是本回合刚登场的角色进化，那么它可以攻击横置状态的随从炉石传说里的突袭。当然待过1个回合的随从没有这个限制哈，但是进化不会移除当前角色身上的伤害指示物。当这个回合能做的事做完了，也就要结束回合了。手牌上限是7张，超过就要扔到墓地。你攻击过的随从会在你的下个回合开始时进行重置，也就是竖起来，前提是他们还活着的话。当然回合开始别忘了增长能量点最大值，重复刚才说过的所有步骤，直到一方胜利为止或者平局。至此，影之师进化对决的基本规则你应该就已经学会了。规则还是比较简单的，毕竟原本是线上游戏，为了方便上手不会很复杂，只不过实
实体化之后，准备方面倒是复杂了很多。实体化之后也做出了很多特色化的改动，并且实体卡牌的最大优势，它是看得见摸得着的，这点是虚拟游戏永远比不了的。有些特殊词条效果，我这里就不过多介绍了。官方呢帮咱们整理好了意图流，当然卡面上一般也会写，小伙伴们可以看一看。希望这期视频呢能为想玩 SVE 的朋友带来一些帮助。如果认为本期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点赞、投币、加关注，求求了，这对我真的很重要。近期官方也会组织一些线行体验会，应该是会送异画卡。如果是北京的感兴趣的小伙伴，可以扫这个二维码去咨询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。这里是冷蔷薇，一个喜欢 TCG 的牌佬，咱们下个视频再见。